三番四次叫嚣要和中国开战的澳大利亚，为何说要凉了？中国为何出剑下狠手，对澳大利亚进行全面封杀？这对中澳局势有何影响？近日，澳大利亚叫嚣和中国开战，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，也让不少人再次看清澳大利亚披着憨厚袋鼠皮下的愚蠢和自负。不过，这也让中国终于下定决心对澳大利亚出剑了，而这一出剑就下了狠手。据《人民日报》5月6日消息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，自即日起，中澳战略经济体制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都将无期限暂停。而暂停的原因，国家发改委也明确表示了，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内部某些人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，不断推出的破坏干扰两国正常合作交流的举措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中国对澳大利亚几次无脑蹦跶已经没有丝毫耐心了，这次已然下定决心要一剑把澳大利亚打痛了，不然总要承受澳大利亚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行为。所以说，澳大利亚这回也确实是种瓜得瓜，求人得人。那么这项举措对澳大利亚有何影响？为何说澳大利亚要凉了？而中国这次为何又下了狠手？澳大利亚经济严重依赖中国这件事，相信经常看新闻的朋友都能了解。就像是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制裁煤炭、木材、红酒、龙虾、葡萄酒、铜矿等行业时，澳大利亚商业部直接发声哭求中国抬手给澳大利亚一条活路一样。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，不只有在澳大利亚才能买，但是对澳大利亚来说，中国却是最好的市场。所以对于澳大利亚来说，损失了中国这个大买家，澳大利亚的东西就只能堆在家里发霉，而这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说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除此之外，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旅游业，在今年2月份也因为没有中国游客，而导致直接损失了大约70亿人民币。其实，单是靠这样，对澳大利亚来说，也不至于直接就凉了。但是谁让澳大利亚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？几次三番发表对中国作战宣言，对中国几次警告，也仅仅只是老实了一小段时间，就又重新来了。所以这次中国直接下了狠手，对澳大利亚所有依赖中国的经济全面封杀，让澳大利亚经济再次下跌，并且直接对西方国家发出警告：中国的耐心是有限的，要和中国合作，就要学会遵守中国的规矩。说实话，澳大利亚最近一味地把针对中国当作政治正确，却丝毫不顾及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上影响，直接把澳大利亚地下的人民挖坑埋了，确实是为了一己之私害了一国的典型标杆。要知道，就连美国都不会真的踩到中国底线和中国开战，一个澳大利亚凭的又是什么底气敢叫嚣和中国开战？法国和英国为何翻脸，还互相报复，大打出手，几其内乱联手，恶化成笑话？这是中国的机会吗？据英国广播公司消息，英国和法国再次大打出手，威胁断电，限制渔船捕捞，双方直接闹翻。甚至法国海外事务部部长安尼克·吉拉尔丹还直言，对于英国的行为十分反感。为此，法国已经准备好要报复英国。记得就在5月3号的时候，英法外长还在G7外长会议上同桌商讨恶华事宜。没想到才没2天，双方就双翻脸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一个限制渔船捕捞，一个威胁断电，还真是成了一个笑话。据悉，4月30号的时候，英国宣布了一份白名单，明确规定只有41艘到有监视系统的法国渔船可以进入英国附近海域捕捞，而且打捞时间还不能超过规定。这一下就让法国渔船十分不满，大家都是附近的人，英国凭什么规定法国渔船捕捞线？而且此前英国脱欧的时候也明确了渔业协定规范，英国凭什么独断专行，不把欧盟放在眼里？此事就这样一下闹大，特别是这件事还发生在G7外长峰会之前，双方还要坐下来共同商讨恶华策略。但是法国作为欧盟中的一只头羊，脸面也不是谁都能下的，所以法国就干脆表示，法国没有收到应该提出这项规定的商讨事宜，所以法国有权否认这件事。不过，既然英国无视法国，那法国将会关闭泽西岛的电源。英法之争其实由来已久，但是因为此前双方同属欧盟成员，再如何打闹也都是内部事务，除了美国会插手管一管，其他国家基本不会插手。但是如今两国可不再是一家人，英国因为一场疫情，
直接让闹了许久却无法成功的脱欧行动迅速达成，顺利成为美国拴在欧洲的一条盟友。不过，没有了欧盟的庇护，英国和法国的矛盾就顺利上升到了国际局势中。自从英国脱欧以后，英法海洋资源就一直不断摩擦，以至于连连升级，到了现在几乎是大打出手的状态。那么如今既息内乱，这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好的机会吗？这应该是一个肯定的答案。英法翻脸目前来看就只是渔业、海洋资源的纠纷，但其实却是欧盟国家背后巨大利益冲突，渔船只是一个引子而已。随着美国动作，英国这帮跟着美国走的国家获得利益，这中间的纠纷将会更大，而且证明了美国手底下这波人小心思已经快掩饰不住了。毕竟利益是最牢固的关系，但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关系。G7峰会还没正式召开，英法就已经这样，若是触及更多的利益，美国手底下的这些国家全部翻脸也就是小意思，大打出手也不在话下。这时候美国和小弟间的关系就很复杂，除非美国舍得割让利益，不然从点到面，欧盟、五眼、北约、亚洲的小北约，只要一个引火点就能燃起大火，把美国连成一片的势力烧得一干二净。美国主导的这场针对中国的G7峰会上，有倒戈者也有内鬼。英国学者G7正在没落，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在5月3日至5日，美国主导的7国集团峰会齐聚伦敦，而中国再次成为他们讨论的中心。一份长达12400多字的联合声明，对中国的涉疆、涉港、涉台等问题都进行了污蔑和干预。这场峰会简直就是照妖镜，西方的虚伪、双标等本质暴露无遗。这次会议围绕着西方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，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狡辩，这不是为了遏制和压制中国，而是确保中国遵守秩序。西方正在捍卫国际规则和秩序，有必要打造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全球联盟。声明中大篇幅污蔑中国侵犯人权，还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影响力欺凌别国。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更是恬不知耻，表示中国应该照照镜子，顾及更多声音，该照镜子的究竟是谁，心里没数吗？而这场明显针对中国的峰会出现了倒戈者，也出现了内鬼。在峰会期间，新西兰议会通过行动党提交的涉疆动议，无理指责中方违反人权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。而在这之前，新西兰并没有在对华政策上和五眼联盟亦步亦趋。新西兰总理还表态不会在中美之间站队，引起美国的怒火。为何新西兰突然改变态度？在这次G7峰会上，布林肯强调这不是中美博弈，也表态不要求各国站队，而是选择在意识形态方面入手，称这是专制和民主的对抗。而新西兰认为，我可以赚你的钱，但我不能改变所谓的价值观。简言之，既要面子又要钱，和之前的澳大利亚如出一辙。除了这个倒戈者，令人意外的是，竟然出了内鬼，还是个王炸。作为被邀请参加会议的非正式成员印度，其代表团中有2人新冠检测呈阳性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作为密切接触者，之前还会见了英国内政大臣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，真是千里送毒。在印度第2波疫情的时候，美国、英国等国都关上了大门，中国多次表态愿意援助，然而印度却还和这些所谓的朋友商讨如何遏制中国。分析称，这场会议就像是长舌妇聚集，在关键的全球性问题上没有任何政策和建树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批评，这是这期没落的开始。曾经主宰世界，现在却成为一个缩水的派系，无法忍受自己地位下降，所以只能责怪中国，要中国为你们的失败负责。什么这期强国联盟，分明是失败者联盟。